丰田集团就数据造假丑闻向公众道歉。尽管因为造假丑闻不断，丰田章男近年来多次鞠躬道歉。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尽管大众经常搞双标，区别对待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尽管特供车、加价车、减配车在他们身上屡见不鲜，但在10年前，市场是燃油车的天下。仅德系、日系的品牌销量就超过了全年汽车销量的30%，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中型车市场，他们更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因为那时消费者的选择真的不多，但这一切似乎在逐步发生着改变。本田在华从一车难求到为销量发愁，销量下滑，大众汽车中国已在集团层面裁员数百人。不敌中企，丰田在华销量连续2年退步。这些昔日的王者，现如今竞争力还剩几分？有没有为中国市场做出改变？有没有顺应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在价格下探的同时带来些许惊喜呢？现在就让我们拨开迷雾，洞悉无疑。欢迎收看本期《懂车大爆炸》。在我们拍摄期间，雅阁还没有25款，但是就在前不久，25款也上市了。不过好在呀，就是在一些配置方面进行调整，车身架构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拿现款车型进行对比。咱们先看防撞梁这部分，3辆车的设计思路差别还真不小。首先是本田雅阁，它的前防撞梁整体造型呢，跟我们之前拆过的新思域是比较相似的，整个防撞梁都是铝合金材料。不过，因为铝合金材料本身强度不高，所以梁体的截面设计成了类似于木字形的结构，来提升结构强度。另外，这根防撞梁的吸能盒特别的宽，接近普通吸能盒的2倍了。这样的设计呀，除了吸能水平会更好以外，也能提升直接参与小重叠碰撞的概率，算是本田为了碰撞性能做的一个特殊的结构设计吧。不过，这还不是最特殊的，最特殊的在这里。这个吸能盒呢，并没有跟后面的纵梁直接相连，而是在中间又多了一层缓冲。不知道本田是怎么考虑的？是为了应对更极端的小重叠力偏置碰撞，还是为了更好的去分散吸能盒传递过来的碰撞力呢？但不管是为什么，对防撞吸能的水平肯定是有正向帮助的。除此以外，这里呀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就是这根防撞梁的梁体跟后面的空调冷凝器可以说是隔着108000里，距离是非常的远。也就是说，这根梁体后面有非常充足的溃缩缓冲的空间，所以一般比较轻度的正面碰撞，后面这些冷凝器、散热器损坏的概率就不大了。然后在覆盖率部分，它的横向宽度在1380毫米左右，车身的覆盖率在74.1%左右，覆盖的面积还是挺大的。吸能水平我们目测肯定差不了，但实验结果也是证明了这一点。它的整个吸能量在29.6千焦，这个数据非常亮眼了。后防撞梁这里整体呢就比较普通了，全钢材料，梁体单层冲压，横向宽度在1215毫米，覆盖率在65.3%。吸能水平经过测试，吸能量在6.9千焦，这部分就比较常规了。然后作为雅阁的老乡，丰田凯美瑞在防撞梁这部分的设计呢就稍显潦草了。前防撞梁梁体是一个单层的冲压钢板，不过好在这个部位的厚度呀还不是太薄，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再往后看，梁体直接用螺栓拧在了后面的纵梁上，也就是说这台车它没有设计吸能盒。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吸能盒就不能吸能了，后面纵梁头部的位置有专门的溃缩引导槽，正面的低速碰撞这里会率先变形吸能。再多说2句，防撞梁的开发呀，更多的还是应付低速不是太严重的碰撞，所以一般不会设计的太硬。在碰撞里面，它扛不住了，才需要后面强度更高的纵梁来参与。所以实际上，正儿八经影响高速碰撞安全的，还是得看纵梁、车身等部位的设计。吸能盒跟安全这事儿就挂不上钩。虽然这台车型目前国内的中保研还没有碰撞过，但就拿结构设计相似、同样没有吸能盒的上一代凯美瑞来说，它在中保研的碰撞成绩就挺好的。所以安全这块呀，我们倒是不用担心。只不过就是这纵梁万一受伤了，修起来可真的是挺费劲的。二手车的残值率也有不小的影响。那么在覆盖率部分，它的横向宽度是1435毫米，覆盖率在78%左右。吸能水平这里，因为没有吸能盒，单就一个梁体，吸能效果也不好，只有1.7千焦。然后到了后防撞梁这里，它跟前面一样，梁体设计没有什么毛病，
宽度在1160毫米左右，覆盖率在63%左右，跟雅阁差不太多。只不过就是这里也没有吸能盒，两体直接装在了车身两侧凸起来的小座上。吸能水平部分，因为这个两体的截面形状比前防撞梁要复杂一些，吸能量在9.3千焦。然后迈腾这里整体就正常很多了。虽然前面的防撞梁呢用了全钢的材质，但是前面的两体是2层钢板冲压出不同形状之后焊接在一块的，所以这块的强度肯定也低不了。两体后面也有独立的吸能盒，并且宽度在1450毫米左右，车身的覆盖率在78.2%。吸能效果部分，它的吸能量达到了46.3千焦，这个数据就非常恐怖了，已经是目前我们所有测试过的车型里面防撞吸能效果最好的一个了。看来这钢制材料搭配长吸能盒的设计优势非常明显。另外，迈腾也是这3台车里唯一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副防撞梁的车型，宽度呢甚至比上面的主梁还要更宽一些，并且还有额外的圆管来提升侧面的结构强度。到了后防撞梁这里，整体设计就比较常规了，吸能盒也都在，两体宽度在1090毫米左右，覆盖率在58.8%左右，明显要逊色不少。吸能效果部分，这根防撞梁的吸能量在24.9千焦，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很多车型的前防撞梁，防护水平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综合来看，这3车的防撞梁不仅是设计思路有不小的差异，实际的防护水平也是相差甚远。迈腾明显是这里面考虑更周到、防护更到位的车型。雅阁这边虽然没有那么亮眼，但也算是一个中上游的表现。最让我们意外的是，向来以好修好换著称的丰田，这个设计实在是没有看懂。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影响高速碰撞安全的白车身设计。在车头位置的设计，雅阁和凯美瑞都采用相同的思路。首先都是把主纵梁向外扩展，能够尽可能的增大主纵梁直接参与溃缩吸能的概率。其次，这2台车呢都在上纵梁的位置做了明显的延长，头部跟主纵梁相连。设计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把正面小重叠率的碰撞能量充分的吸收转移，降低成员舱受到的冲击。现如今很多的国内外车型都采用类似的设计来提升碰撞性能。那么主纵梁受到碰撞力进一步向后就传递到了成员舱。雅阁和凯美瑞在成员舱的防火墙位置设计呢也是比较相似的，主纵梁传递过来的力都是通过2侧的加强结构，最终流向车底的纵梁和边梁。别看凯美瑞车底纵梁断在了座椅横梁这里，并没有从头走到尾，但实际上它在车底呢还有一条完整的力传递路径。那么相比较而言，迈腾在这边的设计就有点不太一样了。车头位置的设计呢是比较常规的，除了主纵梁的外扩设计以外，上纵梁的位置并没有做特别的加强，整体跟主纵梁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状态。在正面的小重叠率偏置碰撞，尤其是25%这种重叠率的时候，主纵梁没有办法过多的参与溃缩吸能，同时上纵梁吸收的能量也是比较有限的，最终呢还是要靠后面的成员舱来硬扛。然后在碰撞力传递路径这里，除了下边梁以外，迈腾也有一条从头到尾的完整的力传递路径，只不过呢没有放置在车内，而是设计在了车底。虽然从外面来看，这几台车的设计差异似乎也不是太明显，但是当我们把整个蒙皮都切开以后，发现这里面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还是先看雅阁，它的 A 柱中层采用了抗拉强度在1500多兆帕的超高强度钢， A 柱内层也是一样的水平，抗拉强度都在1500多兆帕。另外，在 A 柱中层和内层之间还设计了部分加强片，对一些可能薄弱的部位做了一些补强。然后在上边梁位置，前后钢材的抗拉强度都在1100兆帕左右，比 A 柱稍低。但是在上边梁中间很长的位置里面，也同样设计了加强层。B 柱中层位置，雅阁采用了双层钢板设计，外面强度高，在1500兆帕左右，里面要低一些，在850兆帕左右。另外，在 B 柱上半部分还有加强层，相当于这个位置有3层钢板。然后 B 柱内层抗拉强度也在1000兆帕左右。在下边梁位置，雅阁前后都采用了抗拉在1500兆帕左右的钢材，当然里面部分位置也有加强贴片。C 柱位置的抗拉强度在350兆帕左右，这部分就比较常规了。然后在凯美瑞这边， A 柱中层的抗拉强度也同样在1500多兆帕， A 柱内层在1400多兆帕，上边梁前部位置的材料抗拉强度也在1500多兆帕，后部在1300多兆帕。B 柱中层位置，凯美瑞采用了双层钢板的设计，外面这层的强度在1300兆帕左右，
里面这层在1200兆帕左右。不过在 B 柱内层位置，强度就明显低了不少，只有500兆帕左右。然后在下边梁位置，凯美瑞在前面呢也是同样布置了双层钢板，2层的抗拉强度都在1300兆帕左右。后部就是单层的设计了，强度也是在1300兆帕左右。C 柱位置的抗拉强度在500多兆帕。最后就是迈腾这里 ，A 柱中层、A 柱内层的抗拉强度都在1500兆帕左右。然后上边梁整个位置的材料强度呢在1500兆帕左右，并且里面从前到后也有一层加强板，强度同样也在1500兆帕左右。B 柱位置整体设计跟雅阁是比较相似的。B 柱中层大部分位置都是双层钢板，上半部分还有一层额外的钢板，也是最多3层。最外面这层抗拉强度也在1500兆帕左右。里面因为形状的原因没有办法取样做测试，但是通过切割过程和断口来预估，强度也不会太低。然后在 B 柱内层位置，强度只有400多兆帕，比凯美瑞还是要更低一些。下边两位置的钢材前后基本一致，抗拉强度都在1000多兆帕，并且也在里面同样有加强板，抗拉强度在900兆帕左右。C 柱位置就比较普通了，抗拉强度在300多兆帕。所以从整体来看，这3辆车在成员舱位置的钢材布置水平比较相似，区别呢也就是一些细节层面，实际碰撞安全性肯定不会有非常大的差异。毕竟他们仨呀都是全球车型，肯定都针对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碰撞安全做了相对应的开发。所以在现在这个年代了，还说什么日系车皮薄不安全之类的话就太过时了。那整车的被动安全，除了要看成员舱扛不扛得住以外，这安全气囊同样也非常重要。就拿我们点爆的结果来看，这几辆车所有的气囊都可以正常弹开，没有出现某些车型气囊憋在里面的情况。同时气囊展开过程中也没有什么尖锐异物飞出。另外就是这个覆盖面积和充气量也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几台车在气囊方面的差异其实就在数量上了。就拿我们买的这几个配置来说，雅阁和凯美瑞都是10个气囊，除了常规位置的气囊以外，它们后排也都标配了侧气囊。唯一的区别在于，雅阁有副驾7部气囊，凯美瑞则有主副驾中间的中央气囊。相比较而言，迈腾就只有6个气囊，比较常规。想要气囊多，就得加钱买高配。这里我们倒是希望后续迈腾能把这种更完备的安全配置下放到更多版本上，毕竟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那么到了底盘方面，这3台车的整体结构比较相似，布局的成熟度呀都非常高。大厂多年的经验真的不是白攒的，而差异呢，则是在一些细节方面。首先，咱们看雅阁这边，这副车架就是常见的元宝梁式结构。不过仔细看，这新雅阁跟我们之前拆过的新思域一样，都是采用了钢铝混合的副车架，上面的大部分结构都是一体铸铝，下面装配了一些钢板。这本体用了铝合金整体铸造以后，对提升轻量化和整体刚度都有不小帮助。整车的操控和舒适性呢，也能有一定的提升。当然，成本肯定也不便宜。另外，在这个副车架的前端还设计了2根纵臂，来提升正面的碰撞性能。前悬架就是传统的麦弗逊式结构，算是这个价位常规配置。但是在这个下摆臂的位置呀，雅阁用上了轻量化性能更好的铝合金摆臂。不过呢，它并不是传统的铸造，而是锻造。它的力学性能和缺陷控制都要比传统铸造好上很多。这个材质在同级别对手中并不多见，但转向节就是传统的铸铁了。后面悬架也是常规的异形4连杆结构，不过轴承座用上了铸铝，也能看到部分轻量化的考量。然后就是凯美瑞这边，它的前副车架是一个全框式的结构，整体性要更强，对舒适性和操控性都会有一定正向帮助。另外，在应对正面碰撞的时候，它的力传递路径也会更加稳定可靠。除此以外，在副车架前面呢，也能看到凯美瑞单独布置了2个吸能盒。在正碰这个维度，这凯美瑞考虑的呀还是非常到位。前后悬架这里整体设计呢和隔壁的雅阁基本一致，甚至在雅阁前减震器位置，为了优化 NVH 性能的小补丁，在凯美瑞这儿也能看到，真不愧是日本老乡啊！但是在用料方面，凯美瑞就比雅阁逊色了不少。整个悬架这里看不到太多铝制部件的影子，连杆是常规的钢制部件，转向节和轴承座都是铸铁的，成本控制方面明显是要比雅阁严格的多。最后就是迈腾这边，整个结构设计看起来呢就比较普通了，前副车架还是传统的元宝梁式结构，
并且副车架也没有设计向前延伸的纵臂，所以正面碰撞方面，副车架也很难直接参与。那么跟那2位日系选手相比，就稍显单薄一些。然后在前悬架位置也是麦弗逊式结构。别看这个下摆臂呀，它好像是一个双层的，但实际上下面呢只是一个黑色的塑料盖板。在拆掉以后，这个单层冲压下摆臂就比较直观了。不过在前转向节上，迈腾用上了铸铝材料，后轴承座也是一样的，也是铸铝。所以整体来看，这几辆车的底盘就还是之前那个水平，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结构变化。在如今国内动不动就是什么双叉臂、5连杆，甚至是全内底盘的今天，这几个车的底盘规格看起来确实不够高级。不过咱老话说得好，3分看用料，7分看调教。这几台车调出来的底盘质感呢，跟同级别竞争对手相比，肯定算不上差的。并且这最新一代虽然结构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在一些细节上，比如像是弹簧的刚度、稳定杆的刚度，再或者是衬套上等等，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实际开起来的感觉跟上一代还是有一些升级的。那么这点呢，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如果说我们刚刚聊的车身、底盘这些维度，咱们自主品牌这几年也有长足进步的话，那么合资车型的竞争力似乎就只剩下动力总成这个维度了。那么这几台车到底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是雅阁这边，用的就是本田现阶段非常常见的一款1.5升涡轮增压发动机，目前已经更新到了 L15C 系列。虽然这款发动机在16年国内刚刚上市的时候参数非常亮眼，但放在24年的今天，就只能算是还不错的范畴。不过参数不拔尖儿，并不能证明这款发动机技术水平已经落后了。相反，它的技术水平依旧在线。比如，它采用了高滚流比进气道，配合浅盆型活塞和冲纳气门，用来提高燃烧效率，降低油耗。另外，本田的看家本领——可变气门生成技术，在这台发动机上也没有落下。不过，相比起自吸时代放在进气侧，这台发动机的气门生成调节机构放在了排气侧，主要就是进气侧有了涡轮，进气量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把这套机构放在排气侧呢，就能够降低低转速工况下的油耗和排放，高转速下也能提升扫气速度，提高输出功率。落到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呢？在拆散之前，我们也是测了一波加速以及油耗。在 CVT 变速箱的配合下，这台雅阁的100公里加速基本上就是在9秒出头。这个动力水平放在同级别对手里面并不算差。那么在油耗方面，我们测下来100公里油耗在6.6升左右，跟表显基本一致。考虑到我们整个油耗测试赶上了北京的假期返程高峰，整体的平均车速比较低，能有这个油耗表现还是挺不错的。那么在凯美瑞这边，就还是祖传的2.0升自吸发动机。在小排量涡轮发动机遍地跑的年代，丰田还在不少门面车型上使用自吸发动机，可见丰田对于它的自信。从外轮廓上来看，虽然它还是个自吸发动机，但是喷油方式除了常规的气管喷射以外，还额外增加了缸内直喷。这样就能照顾到发动机在不同负荷下的效率，比如低负荷的时候，让发动机采用阿特金森循环，用气管喷射，减小冷却损失和机械损失。中高负荷开始，缸内直喷就会开始介入，通过更快更好的汽油雾化效果，降低损失，提高效率。自吸发动机上使用双喷射，丰田走的还是比较靠前的。另外，这台发动机也配备了外置的水冷 EGR， 也就是废气再循环技术，它能够进一步扩大燃烧过程中 EGR 的使用比例。那么重新引入缸内的废气增多了，除了能降低泵气和冷却损失以外，也能在不爆震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压缩比，压榨发动机的热效率。那为了在高 EGR 使用率的情况下保证燃烧的稳定性，这台发动机也在进排气道做了优化设计，来提升缸内滚流比，实现快速燃烧。凯美瑞的实际加速性能，我们测下来100公里加速基本在10秒开外了，这个成绩确实不快，甚至可以用肉来形容。但毕竟它只是一个自吸发动机，这个水平呀倒是也能理解。在油耗方面，凯美瑞和雅阁在同一时间按照相同工况跑下来，100公里油耗在6.8升左右，比雅阁稍微多一点，但基本上也处于一个水平，也还算不错。那如果说前面2台车的发动机算是多年前就跟大家见过面的老演员，那迈腾上这个1.5升的涡轮机就算是一个银幕新人了。不过人虽然新，但实力却非常强。咱们首先从代号上来看 ，EA211 Evo 2。虽然大代号呢还是 EA211，但事实上，相比大家熟知的那台 1.4T 的 EA211，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变化。这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来自盖瑞特的可变截面涡轮增压器，在这颗涡轮的排气侧有一圈能够转动的叶片，
通过调整叶片的角度来控制吹向叶轮的气流的角度，提高废气增压的效率，改善涡轮迟滞。这就很像咱们家里面的空调，想要风往哪吹，调整叶片的角度就可以。那么关于这个涡轮，我们得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它紧挨着排气气管，在发动机大负荷工作下，排气温度非常的高，整套调节机构也没有额外的润滑或者说是冷却，相当于一直在干摩擦，纯靠材料自身的耐温性能硬扛。那大众作为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在这种入门民用汽油发动机上大范围铺开可变截面涡轮的厂家，确实是很有魄力，差不多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对于这种变截面技术和耐高温材料的开发还是处于上升期的。具体这款涡轮增压器耐久性如何，可靠性如何，后期会不会有卡滞之类的问题，这个呀就只能让市场来反馈了。然后在循环方式方面，这台发动机用上了省油取向的米勒循环，为了达到跟现款 1.4T 发动机相似的动力水平，进气压力有所提升，同时为了抑制进气温度提升导致的爆震倾向，这台新款发动机也换装了全新的中冷器来提高冷却效率。我们实际测下来，这台迈腾的加速水平跟雅阁基本一样，100公里加速也是9秒多不到10秒的水平，比凯美瑞稍微快了一点。但是在油耗表现方面，在同样路况行驶下来，100公里油耗都在5.9升左右，比那两个日系选手呀省了不少。效率更高的发动机搭配上同样高效的干式双离合，让这台车的综合油耗表现确实是非常亮眼。所以整体来看，这几台发动机无论是设计的成熟度还是用车成本方面，在纯油中型车这个阵营里面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油耗和动力水平跟有电机加持的混动车型肯定是比不了的，但对于正常家庭代步车来说也是完全足够了。那最后，在车内隔音指认材料这块，3台车也有一些差异。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车内隔音这部分向来都是合资品牌不太重视的地方。从地垫下方的隔音棉就能够看到，不论是雅阁还是凯美瑞，车内地垫下面用的都是这种回收棉，包括防火墙上的隔音材料也都是回收棉，成本控制非常严格。但是在大众这里，地垫下方用了一体成型的发泡棉，防火墙位置用的也是原生棉。车内整体隔音棉的环保性能和成本是要比回收棉高上不少的，并且迈腾的车内底板也喷涂了水性阻尼指针板，相比凯美瑞和雅阁的沥青指针板也是要更加环保的。所以整体来看，在车内隔音指认材料的环保性能这块，迈腾确实要更好一些。综合来看，这几个刚刚经历换代的车型，整体产品力确实有所提升，也能看到一些为国内市场所做的改变。但说心里话，提升并不太大，更像是一种常规升级，整体水平就还是我们印象里面的样子。要论卷配置、玩智能化，这些车呀，肯定不是我们自主品牌的对手，成熟稳定才是他们的立足之本。考虑到他们之前售价高高在上，现在却变得平易近人，对于新能源和智能化不太感冒的朋友来说，这个确实是个好消息。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我是陆鹏，咱们下期见。